最可怕的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拼尽全力后才发现这条路根本不是为你准备的。在加拿大生活18年，我换过城市，也换过几份工作。起初我认为自己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岗位，可慢慢我发现我真的不喜欢那种太循规蹈矩、每天一成不变的工作，比如在办公室一天到晚重复的画设计图纸，早上挤地铁时就已经觉得很累了。我渴望一些规则，但更希望能有创造力和变化，而不是只是一个螺丝钉。那几年我也尝试过突破，从没有设计背景到考上景观建筑研究生，靠的是自己一次次主动的争取，让自己被看见。但即使如此，当我在温哥华进入这个行业工作没多久以后，那种疲惫和挫败又回来了。直到后来我因为轻度抑郁辞职，才真正停下来。我第一次认真的思考，难道我的人生就只能照着社会和别人安排的路径走下去吗？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我需要重新选择，不仅是在职业上的选择，更是关于我是谁的选择。你有没有类似的时刻，突然发现你走的路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？第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你的背景和特质。苏格拉底说过 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。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。你是需要稳定和清晰的规则，还是希望每天都有变化和挑战？你更在乎的是薪水和职位，还是那种我做的事对别人真的有价值的感觉？你现在的工作是在让你慢慢有动力，还是在慢慢的消耗你？在环境工程行业工作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同事眼里一片灰色，包括我自己。脏活累活都推给新人，真正能帮你成长的机会却得不到。很多人并不是出于热爱，而只是觉得工程系比较稳定。后来我去了景观建筑行业，问题还是存在。当然这个可能是每个行业共有的问题。温哥华呢，很多设计公司比较死气沉沉的，没有什么公司文化。老旧的公司楼里面夏天还没有空调，热得头昏脑胀。和政府合作的时候，如果对方要求极其严格，而你自己却没有话语权，你的设计热情会被一点点的磨灭。哪怕你是加班加点努力付出，回报也不会因此而增加。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，光靠努力并不够，找到自己适合的路才最重要。那么作为海外华人，我们要怎么更系统地认识自己呢？特别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环境里，我们更容易迷失方向。今天我就想和你分享几个我亲身试过有用的办法。第一个，写日记，这可能是很多人会推荐的一个办法，但确实很有用。当你脑子里思绪太多，情绪无法释放的时候，把它们写出来，往往能让你更清楚地看到你到底在乎什么，你的下一步该往哪里走。有时候我在森林里面散步，也会突然地冒出灵感，环境的变化反而让我能够更听到内心的声音。那么你呢？你有没有试着通过写下来自己的思绪，帮自己梳理清楚这些很难回答的问题？你会不会在某些地方、某些时刻更容易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？二，当我迷茫的时候，我学会了一件事，先停下来，给自己一些时间思考。过去的我总想马上找到答案，结果越急越焦虑。后来我发现，不如先去做一些事情，就算没有成功，也能让我受益的事情。比如我在工作抑郁的时候，每天坚持写稿、拍视频发在小红书，那时候也没有特别的想过流量，只是单纯觉得这样能让我心里好受一些，有一个抒发情感的渠道。再比如我在今年的7月份报名了瑜伽老师的课程，即便我当时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但在这个训练和学习的过程中，我的身体变得更柔软，也更有力，那就已经足够了。那你呢？迷茫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试过停下来？有没有一件事，即使它不会带给你金钱或者成就，你也觉得值得？你愿不愿意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呢？三，发现自己和身边人的不同。在海外生活久了，我也慢慢发现了一些文化差异，这让我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特质。比如我对买房子并没有身边很多中国朋友那么的执着，对我来说拥有房产并不是唯一的安全感来源。在情侣关系中，我也不会觉得表达需求是不体面的事情，我更愿意坦诚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和感受。在拍视频这件事上，我也比很多人少了一些顾虑，露脸表达观点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丢脸的事情。这些差异让我慢慢地意识到，原来我和别人不太一样，这种不一样正是我独特的部分。
你也可以问问自己，在海外生活中，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和周围人的想法并不太一样？这些不同可能就是你自媒体里最真实的独特价值。如果你还想更了解自己，也可以试试加拿大这些免费的官方测评，不管是在 WorkBC、Job Bank Career 都有一些帮助你了解自己的很多的测试，不管是工作环境啊，你适合的工作岗位，这个岗位以后有没有更好的发展的前景，加拿大政府其实都有一些免费的资讯可以去让你查找到。你可以挑选其中的2-3个来试一试。我也整合了所有的这些链接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油管的简介处领取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为什么要做？你的内在动机。每天9到6甚至996重复的流程，固定的工位，你怀疑这真的是我想要的一辈子的生活吗？我讨厌那种人生被限制、时间被控制的感觉，直到有一天我的身体先替我抗议了，我整个人很沉重，精力不足，情绪容易崩溃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如果继续下去，我可能会生一场大病。于是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有机会选择，我想用时间和精力去创造什么呢？我的答案是让更多人的感受和经历被看见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甚至只有我自己，如果能因为我的分享而得到治愈或者找到答案，那就已经值得了。你做自媒体的时候，也需要问问自己，你做自媒体的真正动机是什么？如果短期没有金钱回报，你还愿意继续下去吗？如果你的一句话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，你希望那句话是什么呢？对我来说，自媒体并不是一个速成的副业，它更像是一场马拉松。短期内我可能还需要兼职维持生活，就像准备一场长跑。刚开始起步慢不代表跑不远，要想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，你就需要不断的训练改进再出发。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理由，能让你在最难的时候继续往前走。第3个问题，我想对谁说？你的目标受众。很多人说要做自媒体要先找到目标受众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最真实的方式就是和年轻的自己对话。对于35岁的我来说，这个人就是25岁还年轻的我。当时的我换了专业，进了大公司，看起来一切都向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我内心却充满挣扎。我希望我的内容能对25岁时候的我说3件事。第一，遵循内心。探索中走弯路没有关系，最重要是感受。你现在做的事让你有力量，还是让你感到被消耗？2，给自己一些耐心。25岁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要马上做到最好，很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后来才发现，很多当时拼命在乎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。如果放下别人的期待，你最想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3，工作不是全部。努力很重要，但真的不合适的时候，你是有退路的，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如果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让你尝试任何事情，那现在的你最想投入时间做什么呢？我希望你能够记得，你不需要去证明什么，善待自己，多夸奖自己，人生有很多的可能性。那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答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